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Ricky。那相信大家一定等不及要开始写程式了吧？现在开始的课程呢，会开始教大家如何的网页设计的部分。首先一开始我们要先介绍的是 HTML 的架构，架构有分三个部分。第一个是 HTML，好，这是整体的主架构。第二个呢是 Head，好，Head 是它的标头。第三个是 Body，好，Body 也就是我们整个网页的主体，网页的主体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我们要这个整个架构安装好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开始去来在里面写下我们的就是标签，也就是说打上我们的程式。好的，首先一开始的 head 的部分，我们要进行的是打的是 meta。好，那各位，我们从刚刚到现在啊，我们发现原本我们的标签网页它显示的一直都是黑色的，那代表是说我们的命名还没有正式完成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重新给它命名一下。大家还记得怎么命名吗？很好，按下右键，重新命名词档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在 new 的前面打一个 test。好，点一点之后，打一下 HTML，按下 Enter。好，这个时候从原本的黑色字体改成蓝色字体喽。好，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打上我们继续刚才的 Meta。好，Meta 部分呢，我们可以有，我们先打上我们一开始的。好，当你打上关键字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跳你要的关键字。那大家先不用理解这个是什么意思。好，打完 Meta 之后，我们打 Title。好，Title 呢，就是我们的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我们的网页的标题。网页标题，那我们可以打中文字或者是打英文字都可以。好，好，打完之后呢，接下来就可以我们进行我们的在 body 里面组程式的程式编辑了。那我们刚刚有打 Meta 这个东西，那 Meta 它简单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，它是用来提供网页内容的资讯呢，传给让浏览器知道，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浏览器要做什么东西，譬如说网页的描述、关键字、网页编码。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放上了 charset UTF-8，它是一个字符编码，那就是可以告诉浏览器说我们要什么样的格式，让他们帮我们做翻译的工作。好的，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事情是给大家介绍5个有标签。好，第一个标签是 H1。好，H1 呢，它其实就是标题的标签，它有分为 H2、H3。好，最大的是主标签 H1，接下来这边会变成 H2 是次的副标签，
再来 H3 又会比 H2 还要再小的次标签，以此类推。好的，记得每一个标签后面要打上结尾的标签。好，如果想要在标签上面新增内容的话，在两个标签的头跟尾中间这边可以打字。好的，这个是关于主标签跟次标签，还有它最多呢到 H6。好，以此类推下去。好的，下一个呢要讲的是 P。那 P 的话，它是内文，也就是我们的关于我们的标题里面内容的部分。我们可以把前面这些东西截取掉之后，我们可以在里面打上内文。好的，因为我之前有做一些范例，我们直接截取范例的部分。好的，我们直接截取这一部分的范例。好的，这样 P 的内文就完成了。那我们来实际看一下我们实际结果如何。首先，先帮我按一下储存档案。储存档案之后，电脑会告诉你需要安装在哪边。我们看一下桌面，我们先放在一个资料夹里面。好的，回到我们的地方，回到我们的 FTP 这边，我们先让它连线。好的，找到刚刚的资料夹，然后这是我们刚刚所储存的档案。这边对应过来之后，我们一样找到我们刚刚所对应的资料夹。好的，显然是没有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重新上传就可以了。按一下上传。好，出现了。让我们回到网页这边，我们去找我们的。好，找到我们的资料，在这里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刚刚所成功上传达的程式码，我们的内文，还有我们的网页的标题，还有我们的副标题，以及我们的内文都在这里。好的。但是我们刚刚发现到这边部分有一个地方有句点。假设我今天要做隔行的部分，那我要怎么做呢？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，隔行把文字隔开的部分。好的，首先我们先将这段文字先做一个结尾。
好的，这边放一个开头。好，这边的部分，我们在这两行的内文中间放一个新的标签，这个标签呢叫做隔行的标签，叫 BR。好的，我们做储存上传。好，我们重新整理一下。各位可以看到，我们已经成功的把我们内文隔开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要教给各位的是，div 跟 span。好的，这边有一个部分，各位可以看到。好，我先把我们的这个部分先复制过来。好，好，如各位所见，div 直接跟上面的标题是一样的，我们一样也是打一个标签，里面填入 div。好，然后呢，在 div 的跟那个头跟尾中间打上中文，这是 div。另外 span 也是，我们在这边打上 span，以及这边头跟尾这边一样打入 span，这是 span。好的，那 div 呢，它跟各位介绍一下，它们是所谓的大区块跟小区块，它们的作用就是可以将内容分作为各个区块作用，并且可以互相包在里面。那它们的作用呢，其实相当广泛，包含排版、图层设计以及制作动画等等。今天我们只会先提到这两者的差异，未来有更多的说明呢，会展示在这两者的应用。好的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两个人的效果。好的，各位可以很明显看到 div 它的范围让原本的一跟二跑在跟它的前面一段跟后面一段行了，但是 span 则相反，span 它是小区块，它的一和二会紧随着它。我们按 F12之后会更清楚的看到。好，请选择旁边这个东西，它会指定你的区块。各位很明显的可以看到，只要是 div 的标签，它会占据整个页面，而 span 它只会占一部分它自己的内容而已。这就是它的区别。各位学会了吗？好的，那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期会分享更多有关于 div 跟 span 的应用哦。好，各位拜拜。